傅明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 Watch you setting up your pawns in the darkness all alone。 我们结婚5年，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床上。我叫周书念，周家唯一的女儿，也是一名专打离婚官司的女律师。今晚是傅明然的归国晚宴，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让他们傅家帮我们渡过难关。可为什么后面的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了？难道是那杯酒有问题？安吉拉，速回律师事务所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急！算了，还是赶紧离开吧，免得这家伙行了尴尬。好痛！这个家伙究竟从来都把我当成出拱白菜都没看上过。费尽心思爬上我的床，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再走？费尽心思爬上我的床，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再走？傅先生，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。傅先生果然一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好了，这个就当做是给你的补偿。不过你记住，如果昨晚的事情你敢让第3个人知道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他竟然没认出来我，也对，哪怕当初结婚登记的时候，他也从没正眼看过我，又怎么可能还会记得我这位妻子的长相？傅先生，你也用不着危情，毕竟昨天晚上的事情对我来说，也不见得有多光彩。再见。哦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。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目的？居然连钱都不要！老板，刚才好像看到有个女人从这里出现。你进来都不会敲门的吗？对不起，老板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已经打听到了。目前本市离婚官司打得最好的是一个叫安吉拉的女律师，只要她肯接下这个 case， 相信周小姐不可能从这里占到任何便宜。安吉拉，喂，老板。安吉拉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啊，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。上来后直接来趟我办公室。啊，好嘞，老板。老板，您跟周小姐回国之后，你们连面都没见过就离婚，老爷子那边知道的话，会不会？周家曾经是救过我爷爷，但是这5年来，那个贪慕虚荣的女人从我们傅家拿走的东西还少吗？更何况，这场婚姻本就是场笑话，多拖1天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安吉拉，就当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您这反差未免有点太大了吧？哎，老板，不是我不想接这个 case， 主要是我手头上还有个万家地产的客户。没事，只要你接陈总的官司，交给露西就可以了。老板，我适合的是商业诉讼，离婚官司我没打过呀。况且陈万新那人，他如果谁一生下来就会打各种官司，那还要那些院校干什么？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Angela， 这笔账我先给你记一下。老板，陈总这个人我比较了解，Lucy 她恐怕很难搞定。您就算不让我跟这个 case， 也不能交给 Lucy 呀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陈万新有多难伺候吗？谁让肖先生指名道姓就要你来打这场官司，而且一张口就1000万呢，1000万呢！要是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律所就有救了。哎呀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就律所是我的全部啊！
要是律所没了，那我也不活了。哎呀，老板你，好吧好吧，我接了还不行吗？真的啊？起来吧起来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离个婚居然能开出这么高的价格？年年回来啦！卢阿姨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里啊？还有这门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呦，先别说这个了。阿姨问你，傅明然把你睡了以后，还有没有说过给你多少钱呢？你怎么知道昨晚我和他？是你们在酒里动的手脚。你跟傅明然结婚都5年了，你连他面都没见过。要不是我，你觉得你能爬上他的床吗？您自己不要脸，不要把别人想象成跟您一样不要脸。毕竟，不是所有人都会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去爬上男人的床。没大没小的东西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自从爷爷去世以后，你还有你过继到我们周家的儿子，什么时候把我们当做过真正的家人？对你们来说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假冒名义去富家借钱的工具。长辈，刘桂琴，佩服你。另外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昨晚我和傅明然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所以这次1分钱。这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我明明好了。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，所以现在请你立马从我的家里面滚出去！你滚！哼！死丫头，你翅膀长硬了是吧？行，你给老娘等着！哎，不对呀，那药我以前就用过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呢？难道是过期了？我的小祖宗哎，你可算是接电话了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刚才我……好了，你现在赶紧来一趟万隆会所，记住一定打扮的性感点儿。不是说去谈工作的吗？怎么还要打扮的性感一点啊？不是说去谈工作的吗？怎么还要打扮的性感一点啊？我也是来了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萧云飞萧先生只是助理，真正的委托人是一位大人物。你想想，见这种人是不是第一印象最重要？好了，安吉拉，咱们律所这次能不能挺过来，可就全指望你了。我知道了，老板。什么事？老板，我跟安吉拉已经约好了，地方就在万隆会所的888房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真不知道那个叫安吉拉的女人是怎么想的，谈事情居然选在这种地方。算了，本来就是一次性的合作，也没必要在意这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是你？你来这里是上班？见客户谈事应该算是上班吧？是的，傅先生，我客户已经到了，刚才有点着急，所以才……总之，真的很抱歉。原来她是那种女人，做你们这行很赚钱吧？还好吧，这个主要是得看资历。做这个还需要看资历？那当然啦。简直不可理喻！什么叫做不可理喻？等一下，傅先生，我们这行也是技术活，很辛苦的，好不好？技术？
I can't wait for you to come over. Let me run my legs round you. You know I go back to you, back to you. 很辛苦的技术活。搞什么嘛？刚拿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。傅先生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一些名气。更何况迄今为止，只要是我服务过的客户，就没有一个时候说不满意。所以你还是个老手。那当然了，我要是第一次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服务费？服务费？是啊，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看的话，怎么看也得10万起步吧。哦，今天这个不太一样，今天这个开口就是税后好几百万的。税后几百万？你难怪昨天他连那张卡都不捡，原来是觉得我给少了。喂，老板。我的小祖宗，你不要再跟我玩心跳了，好吧？哦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哎呀，那就赶紧上来吧，客户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了。好的，我现在马上上去。小先生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到。老板，安吉拉，你总算是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路上有点……好了好了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肖先生，这位是享誉 A 市打离婚官司从来都没有失过手的安吉拉。安吉拉，这位是肖先生，来，快坐。是错觉吗？总觉得这位安吉拉好像有点眼熟。肖先生，安吉拉已经到了。您说的那位大老板他……哦，二位请先稍等，我去给老板打个电话。啊，好，给，这是肖先生刚才给我的委托人的资料。趁现在，你赶紧看一下。好。哎，老板，您说的委托人竟然是他？我在知道委托人是傅明然之后，和你一样，连下巴都快掉了。但后来我想想也对，毕竟是1000万的律师费。除了这位傅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以外，还有谁能出得起这个价呢？我的老公竟然斥资1000万，请我帮他打离婚官司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没想到那位肯花1000万诉讼费来请我打这场离婚官司的雇主，竟然是我的老公傅明然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肖先生，傅老板他……抱歉，我们老板他临时有事儿，所以就……难道是刚刚那通电话？不过我们老板也交代了，只要安吉拉小姐能够让对方净身出户，从此与傅家没有半点瓜葛，其实见不见面也没那么重要。净身出户，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不会以为我当初嫁给他就是为了图傅家的钱吧？安吉拉小姐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肖先生是吧？请你转告你的老板，这个官司谁爱打谁打，伺候。安吉拉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稍等啊，商务早啊，安吉拉。明然哥哥，没想到你真的能来，我简直太开心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。明然哥哥啊，明然哥哥，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呀？是不是因为我哪里做的不好了？没有，只是有点累了。先吃饭吧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回国了？因为人家想你了。打扰了，二位请慢用。哇，
明然哥哥，你还记得我最爱吃的是鱼子酱？明然哥哥，你对我简直也太好了吧！要结婚就结婚，要离婚就离婚。傅明然这个混蛋，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不会接这个 case 的。周小姐，你可真是好大的脾气呀！王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又是我老板打过来的。行了，明天早上你来傅家庄园一趟，我有事儿要和你谈。应该是要跟我谈离婚的事。行，我会去的。原来这里就是傅家，可笑的是，作为这里半个女主人的我，竟然还是头一次来。阿姨，坐吧。周小姐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，当年若不是拗不过老爷子，我根本不会同意你和明然结婚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阿姨您放心，我知道我配不上傅明然，所以您今天找我过来是要跟我谈离婚的事吧？奇怪呀，这丫头怎么表现得这么淡定呢？亏我还为了防她狮子大开口，准备了几张银行卡，难道是有其他的目的？那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呢也不兜圈子，只要你肯跟明然离婚，我就最后再给你1000万，就当5年前你爷爷救我们老爷子搭上那条性命的补偿吧。又是钱？难道在你们傅家人的眼里，我甚至还有我爷爷的命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是吗？夫人，少爷的车到了。知道了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傅明然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傅明然要是知道花了1000万请来给自己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竟然是自己的妻子，恐怕不被气死，也得被恶心死。夫人，副总特意让我回来告诉你，他今天要出席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陪你一起吃饭。这刚回国就那么忙啊？也好，你呀替我叮嘱他一下，要注意休息啊。放心吧，夫人，我一定转告副总。那你去忙吧。好。那个就是副总的老婆吗？从背影看上去，怎么感觉和那个叫安吉拉的背影这么像？周小姐，你回去吧。希望你呢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。我知道。把他碰过的东西都拿出去扔了。安吉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老板，安吉拉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这个 case 对咱们律所有多么重要。安吉拉，就当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。哎，老板，你别这样。既然傅家什么都想用钱来衡量，那好，我就看看你们肯拿出多少钱来打这场离婚官司。老板，让我接这个 case 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加价。啊？
这个，他这是要坐地起价吗？老板，要不我再去找其他律师吧？我还认识一家律所，他们打这种官司其实不用。告诉我出5000万，而且必须要由他来帮我打赢这场离婚官司。5000万？我倒要看看这2个贪慕虚荣的女人碰到一起，究竟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5000万，这个钱一到位，不仅咱们律所得救了，我和你嫂子也都得救了。老板还真是爱他的妻子，而我，老板，晚上先送你回家吧。走，先。明然哥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家楼上餐厅的鱼子酱可好吃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脏死了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老板不行，如果让傅明然知道我们老板喝成这样，不然会以为我们律所不正经，到时候不光律所没得救了，就连老板和他老婆得赶紧想个借口才行。你这狐狸精，今天我总算逮到你了！你这狐狸精，今天我总算逮到你了！不好意思啊，张太太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是我们老板他……你给我闭嘴！你没事吧？啊？好啊！你居然还敢当我的面戏弄这个小三是吧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解释？你们俩都搂在一起去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还有你，我警告你，贱人，破坏别人家庭是要遭到天谴的。我遭天谴？姑奶奶，就别闹了。听我解释啊你！解释什么解释？说，是不是这个贱人只不过勾引你了啊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没想到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到底是谁勾引谁呀？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先走，回头我给他解释清楚了。我们走吧。喂，老板。安吉拉，昨晚真的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我老婆她……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全部跟她解释清楚了，而且她还想请你吃个饭，当面跟你道歉。道歉的事就算了，我现在只想睡觉，挂了。等一下，有件事我真需要辛苦你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富氏集团的副总，就是那位花5000万请你替他打官司的金主，说让你待会儿去他公司一趟，要当面跟你聊一些细节。什么？原来这里就是富氏集团，果然气派。就是不知道待会儿傅明然知道前2天和他上床的就是他离婚案的代理律师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怎么是你？还真的是你。珍珍，你认识这个乡巴佬？我堂堂梁家大小姐，怎么会认识这个小三呢？小三？别说，就是狐狸精的长相，还真有当小三的潜质啊。喂，我说，这里可是富氏集团，你来这里，该不会也有你的老相好吧？再说一遍，不是小三，所以请你说话放尊重点。尊重？你也配啊？你
算了，还是工作中，我还有事，请让开。等等，你看看清楚好了，这里可是傅氏集团，是你个小三想来就能来的。杨小姐，您来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把这个破坏人家婚姻的小三给我赶出去。阿发，请你出去，我们傅氏不欢迎你。我说了，我不是小三，哪里有贼承认自己是贼的？再说了，既然梁小姐让你离开，那你就赶紧离开吧。再不走的话，我可要叫保安了。你们傅氏可真是霸道。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傅氏的老板，一定要把你们这群臭虫都给开掉。保安，保安！梁小姐说了，把她给我丢出去。你放开我！要是傅明然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放我。你认识我们傅总？老板，你先去忙你的。是。阿小姐，他居然是傅总，这认识又怎么了？难道傅总会为了一个小三去怪罪自己的未婚妻吗？未婚妻？原来傅明然这么迫切的想要离婚，是为了他。再说了，傅总可是傅氏集团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国内含金量最高的白马王子，怎么可能认识你这种贱人？也只有我们真正这种公主才能配得上。也对，也对，给我把他丢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别动我的手术！傅总，是傅总来了。傅总，是傅总来了。明然哥哥，明然哥哥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怎么突然来公司了？我今天约了人，他居然还敢跑到公司来找我，真是不可。明然哥哥，这个贱人昨天才被当场捉奸，今天居然恬不知耻地说认识你，他还说是你让他来的，硬要往里面闯呢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，吵吵闹闹算什么样子？傅明然，你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认识我吗？明然哥哥，难道你真的？我不认识。还有，我今天约了重要的客人，把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再。爱若迷失，找不到最初的好。也许是我没有全力的奔跑，逃离是否需要温暖的傅明然，羞辱我，就是你今天喊我来的目的是。怎么了？我跌入你的圈套，像一种毒药，渐渐把我傅明然，你走了就不要后悔。前面还说自己认识傅总，可到头来傅总却连正眼都没有瞧你一眼，真是不要脸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早就一头撞死算喽。傅明然，好了好了，别再跟这个贱人掰扯了，赶紧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那个谁，梁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明然哥哥刚才说过了，待会儿会有贵客要来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小三踩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打扫一遍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我一定气都气死。站住！说别人是小三，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？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
傅明然结婚5年，至今未离，而你却一口一个的明然哥哥叫着。请问梁小姐，这算是小三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许你乱咬人，就不许别人反抗？难道这又是你们这些所谓名媛的气质了吗？好你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！今天我非当众扒光了你的衣服不可！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又是谁？学长，你没事吧？真真，他好像是单家的申浩路。他怎么来了？看这紧张的样子，该不会是和这贱人别有一腿？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慢着，单浩路，就算你是单家的二少爷又怎么样？别忘了，他得罪的可是明然哥哥。那你就让傅明然亲自来医院找我吧。你走。学长，刚刚的事谢谢你。嗨，这有什么的？倒是你怎么平白无故的惹上傅明然了？那个人可不简单。我该怎么跟学长解释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。好。岳飞，我不是让你把那个叫安吉拉的律师约来公司的吗？怎么还没到？说是早就已经出发了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到。算了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你回头替我捎句话给他，3天内必须要让周家同意离婚，否则律师费我1分都不会给。还有，加快对周家的收购计划。是。傅家放出了话，只要有谁敢跟你们周家合作，就要永远被拉进傅家的黑名单。所以啊，老周，别怪兄弟不念旧情啊！老六，这已经是今天第16个要断绝和咱们周家合作的客户了。要真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周家可就玩完了呀！还不都怪你妹妹周世念吗？要是她能讨得傅少的欢心，咱们周家哪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现在就找他去！你给我回来！爸，不管怎么说，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们先下去吧，公司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。爸。学长，我这手都包扎好了，就没必要再住院了吧？你懂什么呀？万一要是破伤风了呢？可是什么呀？可是现在我是医生，你是病人，你说是医生听病人的呢，还是病人听医生的呢？好了，我还有台手术要做，你就先休息一下，回头我再来看你啊。好吧，谢谢学长。都怪傅明然那个大混蛋，把爷爷留给我的唯一念想都弄碎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妈，咱们周家这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？这个老不死的居然还在维护着周书念，这太过分了吧？对他而言，你我只不过是外人，只有周书念那个小贱人，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亲。那怎么着？公司不要了，我们眼睁睁看着周家倒闭吗？那怎么可能？你妈我辛苦了那么多年，岂不是白费了？妈，还是你够狠。安吉拉，当初我就该听你的，不要把陈万新的案子交给露西。现在露西不仅把项目给搞砸了，人家还要咱们律所赔偿200万的损失费呀！陈总，哟，安吉拉小姐，哎呀，安吉拉小姐，您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
哎呦，你这手怎么受伤了？哎，我给你看看啊。我没事儿。哟，副总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万家俱乐部呢？欢迎欢迎。哎，对了，副总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可是鼎鼎大名。不用了，上午刚刚跑到我公司闹一场，下午又出现在这里，你可真够敬业的。副总趁着说笑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您这样，从小就含着金汤勺长大。哎，副总，安吉拉小姐，你居然还认识副总？你们两个该不会……陈总，您误会了，我跟他不熟。哦，不熟就好，不熟就好。来，里面请。安吉拉小姐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个澡，待会儿我们再谈正事儿。这个陈万新是出了名的好色，好在我提前有准备。可是傅明然怎么也来了？难道他和万家地产也有合作？算了，他来就来吧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。傅明然，你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认识我吗？明然哥哥，难道你真的……我不认识他。傅少来了也不说一声，还是我手下告诉我你在这儿。怎么看你这样子，堂堂富家大少爷，居然也有 emo 的时候啊？不是吧？该不会真 emo 了吧？来，快和我说说，让我这个情圣帮你分析分析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把你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并不洁身自好的女人，可事后你却还一直想着她，这种情况正常吗？哎呀，这有啥呀？谁不缅怀自己第一次呢？不过第一次给了这种女人，是有点惨。我操，傅少，你说的该不会是你自己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可是价值好几万一晚上的房间呢，连我都没有享受过。今天倒是便宜你这个小贱人了。妈，这不都得是陈总看得起我妹妹吗？陈总，陈万新，你们……周书念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你会出现在这儿，都是我和妈的安排。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，不用我说你也很清楚吧？傅家肯定是指望不上了，所以我和妈就决定，索性放弃掉傅家这棵大树，转向万家地产。陈总虽然不是说万家地产的一把手，但怎么着也算是手握重权，关键是对你一片痴心啊！你看看，就连这价值几万块钱的一晚上的总统套房都肯跟你租，妹妹。为了咱们周家，就只好委屈你了。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动手啊！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还想阴我？歇着吧你！傅少，我这儿今天来了一批各方面都不错的妹子，要不这样，我带你去开开会。走。要去你去，我对这些没有兴趣。哎呀，傅少，情商还得情来治。你听我的，咱们先去看看，没有对胃口的，我再上来陪你喝酒嘛。
走了，走了，哎呀，走了。安吉拉呀，安吉拉，没想到你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这不光要感谢你那贪得无厌的妈，还得感谢你有一个好同事。不要，现在说不要，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，宝贝儿，你就慢慢的享受吧啊！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鬼鬼祟祟的？那两个不是我的人。求什么？不好！住手！少东家，这个畜生！你没事吧？快，安排车去医院！刚才是他救的我吗？你醒了？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就算再怎么缺钱，也不能连自己身体都不顾，去碰这种东西吧。我没有啊，连化验报告单都已经摆在这儿，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真没有。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，只是单纯的想让陈总撤销对我们律师所的指控，可我没想到他……律所？我是一名律师，难道你一直都不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你好，傅明然先生，我是你此次离婚案的代理律师Angela。你就是 Angela。所以，昨天上午你来公司是来找我谈案子的？不是你让人喊我去的。还有，你之前跟我说你在圈子里边小有名气，其实是指的你们律师行业。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从业经历。也就是说，我回国宴的那天晚上，其实是你的第一次。不行，要是再让他这么深究下去的话，搞不好很快就会猜到我就是他迫切想要离婚的老婆。那到时候律师费恐怕就要泡汤了。Angela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律所是我的全部啊！要是律所没了，那我也不活了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其实已经结婚了。你都已经有老公了，那你怎么还跟我？那天的事情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傅先生，你要是觉得有损失的话，我可以赔偿您的。赔偿？你觉得这种事情是可以随随便便赔偿的吗？这些年我也攒了一点积蓄，如果不是太高的话，我应该可以让你满意。满意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那也是我的地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哦。我们家项目还是不错的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傅少，刚还和他们说起你呢，快坐。袁正主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找你有点事，我陪他。去哪儿啊？是。我跟你说，不是傅明然，那姓陈的我已经送进局子里了。你这又是搞哪一出啊？少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什么不是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把我第一次夺走了那个女人，她不是不洁身自爱，她不是你和我想象的那种人。
你明白吗？啊！所以事后我还一直想着他这种情况很正常，对不对？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很肯定，现在的你太不正常了。她不是那种女人，不是。啊，恋爱真可怕呢。傅先生，我们这行也是技术活，很辛苦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一些名气的。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看的话，怎么看也得10万起步吧。原来他一直说的是律师啊。老板，律师？什么律师？啊，没什么。那个，你去备车，我要去趟医院。老板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让你备车就备，哪那么多废话？知道了。奇怪，今天老板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？出院手续就麻烦你去办一下了。好的。学长，这次又麻烦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想谢我可以啊，请我吃顿饭吧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我问你，我今天这身穿的怎么样？老板，在我眼里，每一天你都是最帅的。赞同我。哎，那边那个不是安吉拉吗？在她旁边那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，不会是她男朋友吧？男朋友？在她旁边那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，不会是她男朋友吧？男朋友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其实已经结婚了。他就是安吉拉的老公。哎，老板。Angela，哟，真是你啊！就你也配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啊？哦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该不会是你勾搭上陈万新那个老色批，他带你来的吧？你敢打我，老公？他打人家。看你长得有几分姿色，没想到这么粗鲁。我粗鲁？要不要问问他，在背后对我做了什么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，我不管。但你刚才打了他，这笔账你要怎么算呢？算账是吧？好啊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想怎么算？简单，要么跪下磕头道歉，要么待会跟我去房间，好好陪陪我。我开心了，这件事我就既往不咎。好一个既往不咎啊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还没有资格知道。笑话，我老公可是长同资本的肖润发肖董事长，就连这家餐厅也有他的股份。你们识相的话，最好跪下道歉，否则……我怎么不知道这家餐厅有什么狗屁长藤资本的股份？你他妈的又是谁？鄙人不才，正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，连我都不认识，竟敢说在这里有股份！保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丢出去，永远不要让他们踏进我的餐厅。是事。等一下，卢姐，大家同事一场，你最好记住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现在陈万金已经进去了，你觉得他是会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，还是会为了明哲保身，把你也供出来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弟弟和妈妈都参与了。我知道他们也参与了，但毕竟他们是周家的人，而你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你觉得他会公审？你伤害过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所以用不了多久就能团聚了。你，Angela，你不得好死！妈，陈万新跟 Lucy 那个娘们可是被关进去了。
万一他们把咱们给供出来的话，你怕什么？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。况且咱们是周家的人，借他们10个胆子，他们敢吗？是，哼，妈，这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。要是这2个蠢货真的把咱们给供出来的话，那就让他们永远都开不了口，不就行了吗？你们在说让谁开不了口啊？你们刚才在说让谁开不了口啊？哎呦，是你听错了，这不是马上你就要过50岁生日了吗？我就想着让孝婷去给念念打个电话，让她回家来一趟。可是孝婷说她之前和念念闹了点不愉快，所以孝婷说她开不了口。是，能这么想啊，我就安心了。毕竟念念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。老板，你给梁小姐买了这么多礼物，她知道了以后啊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哎，老板，等等我。先生，您要的是这个吗？先生，您眼光真好，这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，取材于帕敢地区最纯正的金属种翡翠原石，再由国际大师制作而成，全国就走这么一件。老板，您不是已经给梁小姐买过一只手镯了吗？怎么还……谁告诉你我是给她买？小姐，你要是再无理取闹的话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什么叫我无理取闹啊？明明是你们坐地起价，好不好？你讲话可得凭良心，你这镯子都碎成这样了，我们肯给你修就不错了，居然还嫌贵。就是，没钱你楼下地摊上买瓶502，那多省事儿啊！你们怎么回事？原来是副总。副总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我刚好在附近买东西，是吧？对。对了，那这怎么回事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这位小姐想要修这副镯子，可又嫌贵。傅先生，其实我镯子好像是在我公司摔坏的吧？作为老板，赔偿一下也是应该的，是吧？是。帅哥。哎，副总，您的卡。小姐，2周后您凭这张小票过来取就可以了。谢谢。那我们先走吧。啊。副总好帅呀，好有担当，好喜欢啊！傅先生，刚刚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傅先生，您是眼睛不太舒啊，对了，你看，快到饭点了，我记得附近有家餐厅不错，要不我们吃个饭吧？吃饭呀？顺便谈谈案件的事情。那好吧。老板这波操作怎么看不懂啊？珍珍呐，来尝尝。我记得你啊，小的时候啊，最爱吃这个了。王姨，我吃饱了。那你怎么就吃这么一点儿啊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没有，王姨。珍珍呐，阿姨知道你对明然的一片心，但是啊，有些事情它是急不来的。况且明然现在不也是找个律师，正在打离婚官司嘛，所以呀，你别急啊。其实不是的，王姨，我其实是怕明然哥哥他有其他喜欢的人了。哎呦，不可能！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每样都来2份。好的，副总，您稍等。傅先生，
只是谈个工作而已，用不着点这么多吧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你是我的员工，作为老板，总不能让员工饿着肚子的谈工作吧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这里面那个东西，安吉拉，啊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不好意思，这个该死的傅明然，这也太会聊了吧！喂，妈，明然呐，你在忙吗？有点，怎么了？珍珍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少陪她呀？最近是有几个项目要抓一下，所以比较忙。你也知道的，珍珍呐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你要多抽出时间陪陪她。这样，你把你的位置发过来，我让珍珍去找你啊。况且呀，珍珍呐学的也是企划管理，兴许呀能帮上你的。可是妈，我现在……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妈，安吉拉，那个，我可能不能陪你吃饭了。哦，没事。其实我也要回趟律所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我先走了。来，周淑年，你怎么能对一个马上就要成为你前夫的人有非分之想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出现在这里很奇怪吗？奇怪，像你这种只配给别人当小三的贱女人，怎么会有资格出现在这种会员制的高级餐厅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你前2天刚傍上的那个单二少爷带你来的吧？哎，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走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一名律师，不是你口中的什么小三。还有，我上哪是我的自由，你无权干涉。哦，对了，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今天带我来的并不是什么单家二少爷，而是你后面那个。明然哥哥，明然哥哥，你怎么能和这种女人？安吉拉是我的律师，怎么有问题吗？他是你的律师？明然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找个小三儿当律师啊？我找谁来当律师，似乎还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吧？好了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走。哎，不是，时间准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这个女人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喂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公司。老板，各大供应商都已经终止了跟周氏集团的合作，周氏集团的资金链彻底断裂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拿下周氏。不过听说周氏集团的董事长周建军明天过50大寿，我们是不是推迟1天再？不用，正常推进就可以。可他毕竟是您名义上的岳父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
如果他真的把我当女婿的话，这5年来也不会源源不断从傅家拿走这么多东西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啊，对了，另外你再帮我去约一下安家了。不是刚在一起吃过饭吗？怎么又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就跟他说，他要是没事的话来趟公司，我要跟他对点细节。明明就是想人家，还说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这就去约安静了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下了班我就回去。爷爷，明天就是爸爸的50岁生日了，也是您去世的第5年。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喂，安吉拉小姐您好，我是副总的特助，我姓肖，我们见过的。哦，你好，肖特助，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想问问您明天有没有时间，如果有的话，来公司聊一下官司的细节。明天我爸过生日，真的没时间，要不还是改天吧。那好吧，我跟副总说一下，再约时间。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还是找个时间跟傅明然把婚离了吧。安吉拉小姐，傅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今天是你爸的生日，所以我刚刚路过商场，顺便给他买了点礼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傅氏的待遇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家属过生日，老板亲自送礼物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路过。我本来是想买给我爸的，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。对，不喜欢。你爸都去世7、8年了，还买给你爸？傅明然啊，傅明然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不过我和他还没有离婚，我爸就是他的老丈人。今天我爸生日，他送个礼物，似乎也很正常吧？好，那就谢谢傅先生。那个，要不我送。周学妹下班了。姓周啊？哦，对，我姓周。那什么，有人来接我了，就先不麻烦傅先生您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谢谢你的礼物。怎么感觉他好像有点褶皱啊？学妹，难道那个不是她老公？周书念呀，周书念，不就是马甲不保吗？反正离婚的时候也得见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行，要是万一让傅明然那个混蛋现在就知道的话，律师费肯定就要泡汤了，到时候律所可就真的……傅明然送你的啊？你手里的礼物是傅明然送你的啊？这是他给我爸买的生日礼物哦。原来伯父今天生日啊？今天是我爸的50岁生日大寿。那傅明然为什么送礼物啊？这个……难道……不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……他是我的客户，我在帮他打离婚官司，然后正好他路过商场给我买了礼物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个，你等我一下。哦。这个该死的傅明然，没事送我什么礼物啊？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那，这是礼物啊？送给伯父的。
怎么了？傅明然可以送你礼物，我就不可以了吗？你别忘了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可还去过你家呢。啊，对，去过我家。我爸过生日，你们都来折腾我干嘛？那我就不送你进去了。好，谢谢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这好像还是爷爷走了以后，我第一次回这个所谓的家吧。爸，爸，真奇怪，今天不是我爸生日吗？哪里认？喂，周淑念，你赶紧死到医院来，你爸快不行了。啊，我爸他怎？喂喂，学长。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伯父啊，只是因为一时血压过高，才导致暂时性的昏厥，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康复了。谢谢你，学长。罗阿姨，我爸他不是都有一直暗示吃降压药吗？怎么这次突然血压？不都是被你气的吗？要不是你不识趣，得罪了傅家，你爸怎么可能突然病倒呢？得罪了傅家？还不知道呢。傅家对周家出了封杀令，不仅让所有的供应商断绝和周家的合作，还趁火打劫，在外面压价收购周氏股权。现在的周家恐怕已经易主了。傅明然这个大混蛋！念念，放开我！我一定要去找傅明然这个大混蛋问问清楚，我们周氏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了？凭什么要这么打压我们周氏？这就是商场的生存法则，就算你去找他也无济于事啊。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周氏这么被他欺负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先给我爸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先给周氏融一笔资金。最重要的是，先度过眼前的难关，不是吗？真是大言不惭！你以为周氏的窟窿是1800万就能填上的吗？真是笑话！老板，周氏的计划收购到哪一步了？本来还挺顺利的，可是到了后边遇到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您看，是一家专注国际旅游开发项目的公司，按理说应该跟周氏没有交集才对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向周氏注资了10个亿，而且还是美金。是他。说起来，老板跟单家的二少爷还读过同一所小学呢。跟我抢女人也就算了，跟我抢项目。我没听错吧？单家二少爷居然敢跟老板抢女人？不对，老板居然有女人了？难道是梁小姐？动用所有的关系给我查，我要单家所有的资料，特别是这个单浩路。另外再通知下去，对单家所有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压。老板，单家可不比周氏，打压起来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，而且老爷马上就要回国了。爷爷要回来了？我也是刚收到消息，老爷于下周回国。爸，这位是单浩路，我大学的学长，咱们周氏这次能渡过难关，全靠他帮忙了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。伯父，您言重了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爸，学长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啊，那行，你先忙。伯父，您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念念啊，怎么样啊？最近你还好吧？傅爷爷，爷爷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身体哪儿还能好啊？勉强能撑一段时间吧。你呢？听说明然回国了，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啊？虽然傅明然不是个东西，可爷爷却对我一直都挺好的。再加上爷爷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好就行。那这样，下周3，你和明然一起到机场接爷爷，好不好？爷爷，您要回国了？落叶总是要归根的嘛。
再说了，爷爷也挺想念你的。下周3，别忘了啊。老伙计啊，你放心，我这次回国要亲眼看一看念念过得到底好还是不好。如果过得不好，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绝不让念念再受一丁点委屈。哪里不舒服啊？爷爷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要不然怎么偏偏选在我决定跟傅明然离婚的时候回国啊？念念，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太对劲，不会是傅明然又来骚扰你了吧？没有，一个长辈打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学长，这次你帮我们家里这么大一个忙，你家里会不会……傻丫头，我们单家还没有那么脆弱呢。好了，等会儿啊，我还有台手术要做，先去准备了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，伯父这边啊有我呢，放心吧。啊，好，谢谢学长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。你说这个兔崽子，简直气死我了！好了，老叶，不就10亿美金吗？至于把自己气成这样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这是钱的事吗？你知道他得罪谁了吗？傅家。什么？那可是全国首富。我还听说呀，二弟这回可是因为一个有夫之妇才得罪了傅家。那大哥可又知道这个有夫之妇她是谁的老婆吗？你个兔崽子啊，还敢回来！我爸，您先别激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您要是还想打我的话，我绝无怨言，任凭您处置。5年前傅家工厂那场火灾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吧？听说当时如果不是他们老管家拼死相救，恐怕傅家老爷子早就葬身火海了。事后啊，傅老爷子因为愧疚，就强行让他自己的孙子傅明然娶了管家孙女。奇怪的是，傅家这位少奶奶至今都没有人见到过。等等，你说你帮助的那个女人，不会是傅明然的老婆吧？没错，而且更有趣的是，傅明然处心积虑想要离婚的妻子，现在却成了他重金请来打这场离婚官司的代理律师安九郎。什么？你们说，我们要是赶在傅老爷子回国的前一天，把这层窗纸捅破了，会怎么样？以傅明然的性格，他会怎么办？以傅老爷子5年前的愧疚，他又会怎么办？哎呀，妙啊！这些年来，傅家一直仗着首富的位置，处处打压咱们单家啊！现在这傅家内部一乱，那咱们单家可就终于有出头之日了！哈哈哈！恭喜傅明然同学学习成绩优异1等奖。从小你就处处压我一头，哪怕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。但这次我要你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。哎，爷爷也真是，什么时候回来不好，非得挑这个时候。哎呀，烦死！傅先生，您要是实在无聊，可以去喝酒，可以去唱歌，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，但只有一条，请别再来打扰我了，好吗？那个，
哦，学长，我是打扰到你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以为你是有没有时间陪我一起吃个宵夜？夜宵啊。与其我一个人闷在家里挠头皮，倒不如问问学长，看他能不能找到什么既能让爷爷不生气，又能逃掉明天接机的借口，让我摆脱掉这场掉马甲的危机。行啊，那你把位置发过来，我马上来。二少爷，刚得到消息，傅宝华已经登基。那梁英珍呢？梁小姐已经带着傅家那位提前去了饭店。傅明然，希望你能喜欢我给你准备的这道开胃菜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明然哥哥，来都来了，你就陪陪人家嘛。再说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你就不想留那么一点点美好的回忆给我吗？你要回去了？对啊，既然做不了傅太太了，那我就只能回去做我的良家大小姐了，也不能一直这样吧。好啦，明然哥哥，今天晚上我可是点了全球最贵的欧洲黄鱼子酱，咱们快走吧。学长，我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念念，我这里有点堵车，要不你先上去吧。我订的位置是888包间。怎么这么晚了还堵车啊？我知道了，学长，那你路上开车要小心。他已经上去了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。明然哥哥，我们喝一杯吧。Cheers。这个声音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？是他，还有傅明然。这个世界可真是小啊，到哪都能遇上。话说，这周家也太过分了，为了不离婚，什么不要脸的手段都可以用出来，这不是把明然哥哥当傻子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明然哥哥你还不知道啊？我难道应该知道什么？算了，我反正也是快要走了，就当我最后帮你一次吧。其实你请的那个代理律师 Angela， 就是你要离婚的妻子周书念。什么？谁在外面鬼鬼祟祟的？周书念啊，周书念，这次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抢傅明然？梁小姐，上家二少，有事吗？梁小姐，我找你呢，是想和你谈一笔交易。不好意思，没有钱钱。那如果说我可以让你彻彻底底的得到你的明然哥哥呢？什么？你是说 Angela 那个贱人，就是傅明然结婚5年的妻子？傅明然对周家有多痛恨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说让傅明然知道Angela就是周书念，你觉得以傅明然的性格，他会允许一个一直欺骗自己的女人留在身边吗？至于你嘛，到时候该怎么做，相信就不需要我教你了吧。谁在外面鬼鬼祟祟的？居然是你，周书念！你假冒身份欺骗明然哥哥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还跟踪我们，你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？敲到我破碎身体，明然，我是最后属于白土地。爱若迷失，找不到最初的好，也许是我没有全力的奔跑，踩下一个倔强。周书念，你们本来就是要离婚的，他恨你1分是恨，恨你10分也是恨，
你为什么还要心痛？念念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订的包厢在……不好意思，队长，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不好意思，不能陪你吃饭。念念，老板，爷爷，念念呢？他明明答应过来接我的，怎么没来呀？说，你又欺负他了？爷爷，就不要再提那个虚伪的女人了。虚伪？念念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居然说她虚伪，看我不打！哎，老爷，机场这么多人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消消气。周淑聂这个虚伪的女人，到底是给老爷子下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？老板，说什么事？刚收到消息，老爷子正在召开董事会，好像要罢免您的全部职务。什么？什么？而且周小姐也来了。周淑，按理说，您的抉择我们应该是无条件的服从。可是明然毕竟是傅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如果今天贸然撤了他的职，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哼，那股价可就……是啊，老爷子，傅氏能走到今天，您之事功不可没，但我们大家也都是尽了力的呀，总不能因为您的家事，把我们大家都给影响了吧？怎么？照你们的意思，觉得我傅宝华老了，做不了傅氏的主了，是吗？好，既然你们都不同意，那我就换个方法。现在我把我手中所有的股份全都转给我的孙媳妇周淑念。我想这点权利，老头子我还是有的吧？不行，爷爷，这我不能要。丫头，爷爷给你的，你就安安心心拿着。我看他们谁敢不同意？我不同意。爷爷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股份是我的，想给谁就给谁，你有什么权利不同意？可是爷爷，他根本就不懂得经营，你把傅氏交到他手上，那岂不是？谁说我让念念来傅氏经营的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是想让你给你的老婆去打工。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，那就自己滚出傅氏。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我的孙媳妇周淑念就是傅氏集团新一任总裁。原总裁傅明然就给我孙媳妇当助理吧。什么？爷爷，你年年啊，这小子以后要是再欺负你，你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。爷爷给你做主。爷爷，求你了，我现在真的只想离婚啊！傅明然，周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？傅明然，你不需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今天的事情，在之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你放心，爷爷那边我会去解释清楚的。同样，我也会跟你离婚的。说完了。你，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没有什么事，我先走。傅明然，这个大混蛋！瞧瞧你干的好事儿！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的在我跟爸妈面前保证，才让你暂代单家家主一职。可现在呢？不就是没有内乱吗？
难道大哥没有听过“风浪越平静，海啸才会来得更猛烈”这句话？傅明然这个人有多看重面子，你比我更清楚。现在他被一个痛恶之深的女人赶下台，你觉得他能忍得了多久？你是说？况且他还有一个更看重面子的妈。你说，现在我们给傅氏下点猛料，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就你那猪脑子，要不是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，早把你赶出单家了。帮我约一下周家那对母子，就说我有一笔买卖，要和他们好好聊聊。你吃了什么东西？敢拦我？我一边去！念姐，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王女士，你们这样急匆匆的闯进别人的办公室里，为的是公事还是私事？你的办公室，周书念，你个贱人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你居然敢打我！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记得好像上次也是因为你嘴巴里面不干净。周书念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说吧，你怎么样才能离开我儿子，离开傅氏？王女士，你恐怕是搞错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进入什么傅氏，更没有想过要当傅氏的总裁，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恐怕得去问问爷爷他老人家。至于我什么时候会跟傅明然离婚，放心，只要他把当初承诺的5000万律师费打到律所，我马上签字。现在你们满意了？周书念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哼。念姐，念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的。恭喜您怀孕了。我竟然怀孕了！从检查报告上来看，您至少怀孕3个月了，其他的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，才能得出结论。这份报告您拿走，这个我们承担。谢谢医生。灵魂迷失，最后属于白土地。你用简单的一句3个月，那应该就是傅明然回国晚宴的那天晚上，一次就中标，要不要这么倒霉啊？喂，老板。Angela， 副总那边的律师费到账了。Angela， 你可真是咱们律所的大恩人呐！啊，对了，听他们说你最近好像都没来上班。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你尽管休息啊，什么时候舒服了再回来。我知道了，老板。那就这样，自己多注意休息，我先挂了。律所的危机是解除了，可我现在……周书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。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阿姨，你看他呀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就说这个周书念肯定没有那么简单，现在果然是后悔了。让我跟他离婚也可以，我要跟傅明然亲自谈谈。不用了，我儿子他不想见你，赶紧签字，然后给我滚出傅氏。我看谁敢！傅爷爷，年年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有爷爷在的一天，就没人能逼你离婚，更没人能逼你离开傅氏。爸，年年，你跟爷爷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明然离婚？怀孕的事情我还不能跟爷爷说，否则傅家估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爷爷，要不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再好好想想吧。
行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爷爷都支持你。喂，死丫头，你赶紧滚回来！你爸要跳楼了！什么？看看，咋回事？那边有人跳楼了！念念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，咱们有什么事先下来说好不好？先下。别过来，念念，完了，咱们周家彻底完了。爸爸已经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妈，都怪爸爸没用，爸爸早就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要不然这些年你也用不着卑躬屈膝的向傅家祈求支持了。不，爸，我现在已经是傅氏的总裁了，有什么事就算我解决不了，还有傅爷爷，傅爷爷一定会帮我们的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没用的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爸爸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爸爸希望你不要去责怪任何人，一切就从这一刻终止了吧。爸，对不起。跳下去了！儿子，你一定要尽快的跟周家那个女人把婚给离掉，只有这样才能向你爷爷施压，把他赶出傅氏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到底在干什么？不好了，老板，周家家主周建军跳楼，太太，哦不，周小姐也进了医院。什么？老板，查的怎么样了？还是您自己看吧。30亿，还是美金？周家不是刚得到单家10亿美金注资吗？怎么还会突然欠下这么多钱？具体还在查，不过什么？自从周建军跳楼的信息公开后，他的妻子卢桂琴还有儿子周孝廷就消失了，而且我们还在他的家中找到了这个。经核实，这是5年来周小姐利用傅家儿媳妇身份从傅家拿走的所有钱和资源，总金额超过了20亿。而且，令人奇怪的是，似乎这笔钱并没有用在周小姐自己身上，反而这5年来周小姐的生活过得非常拮据。那也改变不了他们周家贪得无厌的本质。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副总，母子平安。母子？难道副总不知道您太太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吗？3个多月？难道是那次？好了，副总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这个女人，她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查，马上给我查清楚，周家为什么会突然欠下这么多钱？还有，必须马上把那对母子给我查出来。是。妈，这事肯定瞒不了多久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想个办法逃走吧。你说咱们现在能往哪里逃？那怎么办？我是一点都不想在这种破地方待下去了。你现在就给那个姓单的打个电话，他可是这起事件的主谋，咱们要是栽了，他也别想好过。二少爷，那位母子又打来电话，您看。急什么？先晾他们一段时间。可是他们说，如果今晚再不安排他们离开的话，也要向您拖下水。居然敢威胁我！那您看，需不需要我找人把他们给……暂时不用，我留着他们还有其他用处。
老爷慢点走，担心身体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念念，我的念念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老板，不好了，外面，老爷，说发生什么事了？外面来了一大群人，说是周家的债主来问周小姐要钱呢。保安呢？保安干什么吃的？老板，外面来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保安根本拦不住，而且带头的人是谁？是周小姐的继母跟继兄。什么？跟我出去看看。你们快看，富家大少爷出来啦！还钱！卢女士，看在你是周淑念母亲的份上，今晚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，但请你立刻把这些人从哪儿来带回到你去。富大少爷，您可真是冤枉我了！这么多老板，哪能是我一个老婆子说喊就能喊得动的呢？真是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了。云飞，给富士保安部打电话，5分钟之内全部到这里集合。是。陆老板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打这通电话，不然那后果你可能承受不起呀。你是单家的单浩杰？真没想到，大名鼎鼎的富家大少爷竟然还记得我这样的小人。哎呀，真是让我感到开心呢。你刚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位是江城电视台的头牌记者，不许拍。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难道富家大少爷不认识字？这可是30亿美金，就是富家想要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，也必定伤筋动骨。更何况以傅明然和周书念现在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，你觉得他可能答应吗？以前当然不会，但现在，站着。傅明然，周家欠我们的30亿美金，是你傅家平了，还是我们现在进去跟你的富家大太太亲自谈谈？老板，医生交代了，周小姐最近需要静养，否则流产的风险很大。区30亿，我傅家拿得起。我周家自己的事情就不麻烦傅先生。你怎么出来？我要是再不出来，岂不是让他们这些人看扁了我们周家？漂亮，不愧是江城最大的律师，这番话说的真是厉害。不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道理，你应该懂吧？30亿还是美金？我们周家的面子什么时候有这么大？可能之前周家没这么大的面子，但是现在周小姐手握富士集团35%的股份，别说30亿了，就是再翻1倍，我想他们也会愿意借的。那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可能要让单家大少爷失望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一份是我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我不仅把所有股份都还给了傅爷爷，同时也卸下了富士集团总裁一职。你若不信，大个前查看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富士集团35%的股份，你有了它，就有了整个富士集团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把它还回去？在你眼里，可能钱才是最重要的，但在我的眼里，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。当然，像你这种阴险狡诈、喜欢在背后向别人捅刀子的小人，自是不会理解。不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至于这第2份协议，是我与富士集团总裁傅明然先生的离婚协议书。爱若迷失，找不到最初的好。从今往后，我周书念与傅明然与傅家再无任何关系。周书念，你没有傅家，你拿什么给我们还钱？你用你的命还给我们吗？命我敢给，你敢要？
你周淑念，我警告你不要闹了。区30亿，我傅家拿得起。就是啊，周小姐，就算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。原来傅明然对我的关心，仅仅只是因为我怀上了他的孩子。傅先生，多谢您的好，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，现在我和你、和傅家、和傅氏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，请您自重。这个处女，周小姐，无论如何，你们周家欠我们的钱，这是事实。就算你和傅家没有了关系，你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还是说你们周家想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吗？我周家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债我周家认，还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但具体需要多久，我无法向你们保证。剩下的你们想怎么做，我无权干涉。对了，作为一名律师，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，你们当中应该有不少人是我爸的私人债主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作为一名律师，单纯的提醒一下你们，债务人若在婚内与第三方发生私人债务关系，无论其是否自然死亡，其配偶就有义务偿还剩余的债务。剩下的应该怎么做，应该不用我教你们吧？环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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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环姐过来！周氏的股份都在那个小贱人那儿呢，你们找我也没有用啊！对啊，周氏都破产了，股份就像一张草纸。再者说了，周小姐是江城有名的律师，她都说了，妻子有义务偿还丈夫欠下的私人债务，那自然是找你喽。还钱！你们别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小婷，小婷，快来帮帮妈呀！妈，你是那老头的老婆，我只是继子，跟我没关系。债务的事儿找他。小婷，小婷，你周淑念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不得好死你！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真相查出来的。老板，都在这里了。是的，一共78家企业，总计27亿美金，其中单家占了90%。这个单家真是好算计。哎，对了，周淑念最近在干什么？自从上市以后，他就自己开了家律所。哦，对了，下午他刚好有场官司，看时间的话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肚子都大成这样，还在打官司。念姐，这么难搞的 case 都被你打赢了，真不愧是我们江城离婚官司的第一大状。既然你嘴甜，念姐，您先在这等一下，我去开车。臭八婆，去死吧！小心！住手！臭三八，让你坏了老子的好事！我要杀了你！把这个疯子给我送派出所去！傅明然，傅明然！老板，老板！我现在可是你唯一的债主啊！难道你想让我血本无归吗？不是说不要你管了吗？你干嘛那么傻？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所以你要好好活着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傅明然，傅明然，小等住救护车！救护车！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傅明然，傅明然怎么这么傻？明然哥哥，明然哥哥，起开！明然哥哥，明然啊，明然，你醒醒啊，明然！周淑念，你个贱人！你不是已经要和明然哥哥离婚了吗？为什么还要缠着他？对不起，
我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医生说了，他伤的不重，只要休息几天。周书念，我要是不看在你怀了我们傅家种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站在江城吗？王阿姨，像他这样专门给别人打离婚官司的人，没准在外边得罪了多少人呢？咱们不如这样，多派些人，24小时保护他。我不需要什么保护。周书念，你就别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以为保护的是你吗？保护的是你的肚子，你怀的可是明然哥哥的种。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你吃罪得起吗？既然是这样，珍珍就辛苦你他安排去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什么保护，这个由不得你。来人，得给我带下去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周书念，就算你怀了明然哥哥的孩子，又能怎么样？到最后，你不还是一无所有？而明然哥哥也只能是我的。你还找我来干什么？听梁小姐的语气，似乎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尚浩路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利用我搞垮傅家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搞垮傅家。但同样的，傅家不垮，你又怎么能让傅明然死心塌地的跟你在一起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以傅明然的性格，傅家一旦垮台，他必定心有不甘。而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候，只有你们梁家才是他翻盘的唯一希望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傅明然还不是任由你这位梁娇大小姐随意处置了吗？听说周书念在你手里，对吧？你想做什么？梁小姐，你喊我。去把汤送上去吧。记住，你一定要亲眼看着那个贱人把汤喝掉。明白，梁小姐。傅明然，我们明明都已经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这么傻？小姐，这是刚刚为您熬的汤。好，先放那儿吧。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小姐，这汤要趁热喝才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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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住手！大少爷，你们干什么？明然哥哥，你不是在医院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滚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说是谁指示你这么干的？我，是不是他？傅爷爷，冤枉了！我怎么可能杀明然哥哥的孩子呢？傻爸，珍珍她一向乖巧，那这个汤都是经过医生检查的，除了这碗，它都没有问题啊。傅爷爷，冤枉了！我怎么可能杀明然哥哥的孩子呢？傻爸，珍珍她一向乖巧，那这个汤医生都已经检查过了，除了这碗，它都没有问题啊。我问的是他，你们插什么嘴啊？没人指使我。不肯说是不是？好，来人！老爷，老爷，找人把他的骨头一根一根给我敲断。老头子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他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。是。不要，是他指使我的。不要瞎说，傅爷爷，我没有，傅爷爷，带下去。
爷爷，您不要听那个贱人瞎说，他就是。要不是我看在咱们傅梁两家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今天就打死你。好了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傅家了，我们傅家不欢迎你。不要，傅爷爷，不要！我真的爱明然哥哥，我不能没有他，傅爷爷。兰姨，救我呀，兰姨！大夫，我孙媳妇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好在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孩子已经保留下来了。不过什么？周小姐的身体比较弱，经过这次一折腾，分娩的时候难产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你们提前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？难道就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吗？爷爷，孩子，爷爷对不住你啊。没事的，爷爷。二少爷，梁小姐她失败了。没想到周书念的命还挺硬。另外，老爷那边也因为傅家迟迟没有内乱，对您颇有不满。大少爷也申请在董事局那边准备弹劾您家主一职。既然我已经做到了这个位置，想让我再下来，做梦。对了，那对母子现在怎么样了？照您的吩咐，一直惯着。养了半年的狗，也是时候让它为主人做点什么了。傅明然啊，傅明然，自己背上有伤，还不好好休息，为了你们傅家的种，你也真是够拼的。你醒了？怎么样？饿不饿？我给你煮了粥。你煮的粥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搞得我跟非人一样。从小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傅家大少爷，居然还会煮粥，这粥怕不会吃完就坏肚子吧？来，喂你。不要。乖，就一口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花了一早上给你熬的，给点面子。怎么样？不好吃吗？不会呀，我这明明是按照食谱上来的。那个什么，可能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再去重新给你做一份啊。周书念，你看看这是哪里？我爸的墓地。亲爱的妹妹，听着，我只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记住，只准你一个人过来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爸爸挫骨扬灰啊。不应该呀，我是按照食谱上做的。难道我把盐错放了糖？这回再试试，应该可以了。念念，念念，云飞，立刻把那个蠢女人给我找回来。你们还是不是人？我爸都死了，你们居然还不放过他！带走。你们把
周书念呀，周书念，没想到你还挺孝顺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想着你爸的骨灰。你们到底把我爸的骨灰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周书念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和你爸也做了好几年的夫妻，只要那傅明然能拿1个亿美金过来，并且保证不再追究我和你哥，那我就把你爸的骨灰还给你。姓傅的股份啊，你怎么给改成钱了呀？你以为姓单的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一旦傅明然真的把股份给了他，那咱娘俩在他那儿就没什么价值了，还不如拿一笔钱到国外去，剩下的让他们爱怎么斗怎么斗去，那跟咱们就都没关系啦。可以可以。老板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找，继续给我找，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个蠢女人给我找到。好。傅老板，你如果想要你老婆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的话，就准备1亿美金过来。只要你不伤害她，钱不是问题。你最好别耍花样。1个小时之后我再联系你。喂，念念，老板，视频里的声音好像是周孝庭。周孝庭，查，一定要给我查清楚。是。还有，我准备1亿美金，我不能让念念有事。是。别白费功夫了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单浩路，是你。傅总，老同学相见，难道不打算请我喝一杯？念念的叫着，没想到这个傅明然还挺在乎他的。那还不是多亏了我，要不是当初我在他的酒里动了手脚，他怎么可能怀上傅明然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当上傅家的少奶奶呢？可是妈，单浩路那边真的没事吗？1个小时而已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咱们早都坐上出国的飞机上了。是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喂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处理干净了。发个视频过来，免得副总不相信我说的话。好的，二少爷。说吧，究竟想让我怎么做？跟副总这样的聪明人谈生意就是痛快。副总，你呢？只要签了这份文件，我自然就可以让尊夫人安安全全的回到家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吗？傅大少爷对于尊夫人可真是情深意重啊，我真羡慕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现在整个傅氏都是你的了，你究竟还想让我怎么做？尊严。当年我那么忙，没日没夜的，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第一，而我只能沦为陪衬？快点，一定要快点！小丹，召集所有人，即刻出发。是。所以呢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究竟想让我怎么做？跪下！我要你给我跪下！向我忏悔，忏悔你所做的一切！
我还要你承认，你永远都不如我。夏小璐，虽然你说了这么多，但是我还是想不起来你是谁。但是你觉得让我向你下跪，你配吗？好，你可以不跪，但是别忘了，周书念还在我手里。你真的想让他死吗？想要我傅明然女人命吗？还没出生呢。你难道真的就不害怕我下追杀令杀了周书念吗？喂，什么事？二少爷，我们又失败了。什么？张浩路，你涉嫌绑架、杀人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夏小璐，我现在还是想不起来你究竟到底是谁，但是你当年比不过，现在有什么要说？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爷爷，你一定要相信念念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谁是产妇家属？我是，请问我太太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产妇由于体能不支，引起了公孙力不足，现在需要马上进行手术，请您赶紧前去吧。护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点说，就是您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孩子，护士，我们保孩子。明然呢？你听妈妈的，老婆没了可以再找啊。我们傅家的香火可不能断呐。如果在念念和孩子之间让我做选择的话，我宁愿选择念念。把今天下午开庭要准备的资料给我。哦，对了，把明天的也一起送到办公室吧。念姐，您现在可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状了，要不要这么拼啊？你以为我想呀？我现在不光有孩子要养，还欠了某个大混蛋31个美金。那要不要我给你加点工作量呢？好啊，如果傅先生还要再打离婚官司的话，不愿意下楼。